茶馆的女主人和先生在九份老街开业，茶馆还曾经是侯孝贤导演的经典电影《悲情城市》的拍摄场景之一。几年前，先生罹患肺癌末期，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离世了。他悲痛欲绝，更害怕触景伤情，一度还把茶馆收起来。后来，他告诉自己，孩子和员工的生计都仰赖他，他绝对不能倒下去。更重要的是得守住茶馆里头夫妻俩曾经拥有的美好回忆。昔日的黄金山城九份，群山环抱和碧海蓝天遥遥相望，独一无二的山海美景吸引游客驻足。来上我们的招牌烤鸡哈，来，我帮你们先帮你们剥好，这我们的脆皮烤鸡，如果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啊，就先皮先吃。吸引人的还有这金黄油亮的脆皮烤鸡，里头藏有玄机。我觉得它的皮很香，就是它的有特别的一种香味，而且芋圆也很特别。怎么说？芋圆就是好像觉得正常都是甜的，但是它新鲜的好像也没有很违和的感觉。里面有芋圆这个合吗？这个味道合？看起来觉得蛮奇怪，可是吃下去很香。对，然后那个芋圆很 Q， 然后又带有那个鸡油的香味。把烤鸡和芋圆2个看起来不相干的食物凑在一起，是老板娘黄新慧的杰作。因为母的防土鸡要比公的肉质会比较嫩，然后防土鸡它比较有油脂，不像土鸡，土鸡油脂它第一碗的话都整个干掉嘛。然后我们母的第一碗刚好适中。花3个小时腌入味，再仿照烤鸭做法，用滚水反复浇淋在鸡汁身上。烫过后的鸡皮烤起来才会酥脆，但这样做还不够。增加红醋，然后麦芽。它作用是什么？就是要那个颜色好看啊，麦芽皮会脆啊。然后这样好以后，我们就要上那个吹风，就去把它吊在里面吹冷气、吹电风。17岁时踏入这一行，从小妹做起，一路做到主任副理经理。黄新慧33年来没有离开过餐饮界，对市场有一定的敏锐度，知道顾客要什么。芋圆是我们九份的特产嘛。一般来都是芋圆冰嘛，然后想融入特产，我就把芋圆放到鸡肚子里面，就跟在煮咸汤圆一样，自己炼那个猪油红葱头啊，所以很香。把九份在地特产芋圆塞进鸡肚内，创意珍珠旺仔鸡果然打进消费者心坎里。鸡放下去的话，我们是因为我听温度啊，就温度到了大概100度。然后就烤大概大概20分钟，看颜色上了没。那我们烤知道100度是什么声音啊？你用听声音的哦。听得出来可以听。什么声音？来，你在煎牛排那个声音啊，就是温度够了。1个小时后，烤鸡出炉，换上焦脆外衣，甜美肉汁还滴滴答答流不停。如今烤鸡生意做起来，和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先生却不在。一度让黄新慧陷在悲伤里走不出来。说起和先生相识的过程，公公是大媒人。我公公家在台北啦，那我刚好也是在那边餐厅上班嘛，然后他们常常去那边家族聚餐呐。那我是当经理，就是需要招呼，那安排菜色，那这样认识我公公。然后我公公就他们来聚餐，也已经有点认识我先生。那我先生是在九份，然后我公公就带我们上来。借机会带我们上来九份玩了，开始这样子开始交往。我不想来，我先生走的时候，我应该算不想来接触这边，因为会让我更增加我先生的想他的念头。和先生认识时，先生是九份这间茶馆老板，电影《悲情城市》就是在这里取景的。他们住到矿业是在大概民国70年就完全停产，我公他们蛮早，他们在我先生5岁的时候，55年就整个举家就搬到台北去，所以在拍《悲情城市》的时候，前面已经是空屋。
怎么会看中这边？因为剧组是那个吴念真先生，是我们这边当地人，他带侯孝贤先生来整个，因为他的印象知道这边是最热闹嘛，然后来这边也知道这个房子，然后很符合他们要的那个做酒家在日据时代那个感觉。九份因电影再度繁荣，他的先生也把老家重新整理，开启茶楼。结婚后，夫妻俩一起经营，直到3年多前，他们又在九份开了一间餐厅，主打烤鸡和活鱼料理。对啊，这个1斤半以上到2斤，因为他从小到大，他圆山那边也是涌泉养的嘛，然后我这边又是吃我们的基隆山，我后面是基隆山，它是一个麦饭泉水的山，所以我是麦饭泉水的水，比一般的山泉水更好，然后在土味方面绝对没有。所以我们肚子又给它塞一点葱姜蒜，然后把它抹上盐巴，盐巴是加快它熟的速度了。但人生无常，上天不会给你什么预警。就在开店3个多月后，一切步上轨道，先生却发现身体不对劲，因为他急速瘦下来嘛，然后一直咳，已经有咳到血丝了，肯定就是形容一句话，就是从天堂掉到地狱。在属立医院看报告，然后发觉是一个大肿瘤，11公分的大肿瘤，宣布是小细胞肺癌。医生有跟我讲，小细胞肺癌是很稀有的癌种，没有办法药，而且我先生算末期，因为他在动脉的旁边，所以我不能跟他讲啊，我不能跟他讲没有药，全部人都不知道，只有我跟医生知道。因为医生也跟我说，台湾的这个癌种的生存期就没有超过1年半。1年后，先生离开人世，他把原本的茶馆收掉，整整1年不敢踏进去，就怕触景伤情，连旺仔鸡餐厅也无心经营。她老公那时候生病的时候，她就有打算念头要把它收起来。我说都已经做了，还做没几个月，我们的心血，然后都已经投资下去了，你就把事情交给我。后来他先真的走的时候，他很伤心，走不出来。我说再怎么样，我们还有你精神上你可以放在这个餐厅，我们就全心全意就把这个餐厅，2个人刚开始很艰困，没什么客人，就是有时候一天营业额不到1000块，不到几百块这样子。黄馨慧无法想象没有丈夫的第一个除夕团圆夜和2个孩子要怎么度过，她索性把自己搞得又忙又累。我的心态就是，你忙了你就不会乱想。我连元旦本来我们除夕没有做除夕团圆饭的，没有外送年菜，我说我第1年就想我跟我2个小孩，我要吃什么团圆饭，我就跟我姐商量，我们来做年菜，做团圆饭。就是让客人来这边吃，把自己弄得很忙。弹牙的中卷裹上一层浓郁蛋香，不管是人气高的金沙中卷，或是又麻又辣、超级下饭的水煮牛肉，黄馨慧用一道道美食征服饕客，也借由忙碌的餐饮事业转移注意力。还好最低潮时有堂姐一路陪伴，加上她告诉自己，孩子、员工生计全靠她，自己绝不能倒下。因为自己小孩还小啊，所以只能靠自己啊，靠我的员工都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员工都跟我从以前上面餐厅都跟到现在，每个都10年以上的员工，就是我把小孩把这个店啊家，我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的。穿越黑暗，终究能看到光亮。人生转弯处，黄馨慧坚强挺过，在美丽山城继续守护她和先生的梦想。